同样一栋房子，有人住能撑50年，没人住3年就烂成废墟。老一辈说是没了人气，但我告诉你，这背后藏着宇宙最残酷的终极定律。这条定律有多狠？它判定宇宙万物的结局都是腐烂、崩塌、死亡，没有例外。太阳会熄灭，黑洞会蒸发，连时间本身最终也会停止流动。这不是科幻片，这是写在物理学教科书里的判决书。更可怕的是，它同样在支配你的人生。房间不收拾会越来越乱，身体不锻炼会越来越垮，感情不经营会越来越淡。你以为这是懒的代价？不，这是宇宙在执行它的底层代码。这条定律叫熵增定律。爱因斯坦说它是整个科学的第一法则，霍金说它定义了时间的方向。但最细思极恐的是，它里面藏着人类唯一能逆天改命的漏洞。先说说熵是什么？熵就是混乱程度，熵越高越乱，熵越低越有序。一杯热水放在桌上，热量会跑掉，慢慢变凉。一滴墨水滴进清水，会自动散开，再也聚不回来。这些事从来不会反着发生。你见过凉水自己变热吗？见过墨水自己缩回去吗？不会的，因为熵增定律说了，在一个封闭系统里，一切事物只会从有序走向无序，从集中走向分散，从可用走向不可用。这是单向票，没有回头路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既然这条定律这么厉害，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？这就得说到200年前，一个17岁的法国少年萨迪卡诺。1813年，拿破仑战争打得正凶，卡诺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，也是一位物理学家。战败后，父子俩在普鲁士重逢，聊起了一个改变世界的发明——蒸汽机。当时英国人靠蒸汽机碾压全球，法国人急红了眼。卡诺下定决心要搞清楚蒸汽机的极限在哪里。他研究了3年，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：无论你怎么设计，无论你用什么材料，热机的效率都有一个天花板，永远到不了100%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让活塞往复运动，就必须把一部分热量丢给冷端，这部分能量注定是废掉的。几十年后，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把这个发现提炼成了一句话：宇宙的能量是恒定的，但宇宙的熵永远在增加。能量没有变少，但能用的能量越来越少。这就像你有100块钱撒进了大海，钱还在，但你再也用不了了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先说一个反直觉的事实，地球每天从太阳那里吸收大量能量，同时也向太空辐射差不多等量的能量，进来多少，出去多少，能量守恒。那我们到底从太阳那里得到了什么？答案是低熵。太阳送来的是高度集中的高质量的能量，地球辐射出去的是分散的低质量的废热。打个比方，你拿一张100元大钞换回来一堆硬币，钱的数量没变，但质量变低了。这个质量差就是地球上一切生命活动的燃料。植物吸收阳光，把低熵转化成糖分；动物吃植物，把糖分转化成运动和体温。每一步能量都在变得更分散，到最后所有能量都变成废热，辐射回太空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恒星诞生了，生命演化了，文明崛起了。我们就是宇宙熵增过程中那一瞬间的璀璨火花。但最炸裂的来了，1972年，物理学家雅各布·贝肯斯坦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猜想：黑洞也有熵，而且熵值大得吓人。当时很多科学家嘲笑他，说这是胡扯，黑洞如果有熵，就应该有温度，有温度就应该发光，发光了还叫什么黑洞？结果呢，霍金一算，真的发光。这就是著名的霍金辐射。银河系中心那个超大质量黑洞，熵值大到什么程度？大约是10的91次方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它一个黑洞的熵就顶得上早期整个可观测宇宙，而现在宇宙中所有黑洞加起来熵值是10的104次方。换句话说，宇宙里几乎所有的熵都被黑洞吞掉了。
这也意味着早期宇宙的熵低得不可思议，只有现在的0.0000000000000003左右。正因为当初熵这么低，才有了后来的一切：星系、恒星、行星、生命、你和我。而这一切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动。最终，当最后一颗恒星熄灭，最后一个黑洞蒸发，宇宙会进入一种叫热寂的状态，所有能量均匀分布，什么都不会再发生，连时间本身都会失去意义。听起来很绝望，对吧？但别急，我说过，这条定律里藏着一个漏洞。熵增定律有一个前提，封闭系统。什么叫封闭系统？就是与外界没有能量交换的系统。但如果你打开系统，不断从外界吸收低熵，同时把高熵排出去，你就可以在局部实现熵减。这正是生命在做的事。1943年，量子力学奠基人薛定谔在《生命是什么》里写道：生命以负熵为生，你吃进食物，排出废物，你呼吸新鲜空气，呼出二氧化碳，你每天都在进行一场反熵增的战斗。一旦停止，你就会和那栋没人住的房子一样，3年烂成废墟。这不是鸡汤，这是物理学。那这套理论在真实世界里有什么用？第一个用处是企业管理。管理学大师彼得·德鲁克说过一句话：管理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如何对抗熵增。任正非把这套理论用在了华为的经营战略里，叫熵减管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断引入新人、新技术、新思想，打破组织的僵化和惰性。一家公司如果变成封闭系统，内部就会官僚化，流程僵化，创新枯竭，最终死掉。所以华为不断折腾自己，逼着员工学习、轮岗、淘汰，这不是内卷，这是求生。第二个用处是信息科学。计算机科学家香农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。信息熵越高，意味着不确定性越大。你手机里的数据压缩算法本质上就是在降低信息熵，把冗余信息去掉，只留下核心内容。而加密算法正好相反，是在人为增加信息熵，让数据看起来像一堆乱码，没有规律可循。所以你每天发微信、刷视频，背后都有熵增定律在保驾护航。第三个用处是健康管理。人体本质上是一个耗散结构，必须不断摄入低熵食物、氧气、信息，排出高熵废物、二氧化碳、垃圾情绪，才能维持有序运转。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衰老的本质就是身体内部的熵在积累，细胞损伤、基因突变、代谢废物堆积，都是熵增的表现。所以延缓衰老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对抗熵增，规律作息、均衡饮食、适度运动、保持学习。这些老生常谈的建议背后都有物理学的硬道理。最后说一个有意思的思想实验：如果有一天人类要毁灭了，只能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人类文明的精华，留给外星文明，你会写什么？牛顿力学、相对论、量子力学。爱因斯坦的答案是熵增定律，因为这条定律告诉你宇宙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生命为什么存在，以及我们该如何活着。宇宙的默认设定是走向混乱，但生命的意义恰恰在于逆流而上。每一次学习，每一次运动，每一次主动打破舒适区，你都在跟宇宙对赌。赌什么？赌在熵增吞噬一切之前，你能创造出多少秩序，多少意义，多少你自己都没想到的可能性。这场赌局注定会输，但精彩的从来不是结局，而是过程本身。好了，这就是熵增定律，一条写在宇宙底层代码里的终极法则。它让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结局，但也让我们明白了活着的意义。